你去过游乐园吗？那你能想象一座没有音乐的游乐园吗？我们音乐组第一次见到皮诺康尼的时候，大概就是这种感觉。于是我们开始问自己，我们应该给皮诺康尼这座游乐园做一个什么样的音乐呢？用一个词来概括你对皮诺康尼的音乐印象，来，把它打在公屏上。我相信此时的弹幕一定会有很多不同样的答案，因为皮诺康尼的音乐风格复杂多样，很难用一个词来精准概括它。不如让我们跟随时间线，来一点点回忆你在皮诺康尼听到的音乐究竟是怎样的。相信很多人听到的第一首关于皮诺康尼的歌是《不眠之夜》。这首歌的编曲时髦中又带着复古，旋律上口又好记。有多少人还记得那句歌词？我们从一开始就在编曲中加入了 funk 合成器的元素，力求表现皮诺康尼的繁华热闹，给开拓者留下明确的初印象。在歌手的选择上也是经历了很多波折，因为歌曲的演唱难度很高，需要在有限的2分钟里突出表现几个段落的区别，对歌手的表现能力是一个很大的考验。好在最后我们请到了杰哥和 Jake Miller， 出色的完成了这样一首作品。不眠之夜像是皮诺康尼的广告歌曲，在奠定了第一印象之后，开拓者会在游戏里体会到更多皮诺康尼的音乐设计。相信大家第一次在逛地图的时候可以感受到，这是一个成分复杂的世界。黄金的时刻里的皮诺康尼是一座娱乐至死的美梦乐园，现实中的白日梦酒店是一个大气奢华的享乐地，质子的梦是一个荒诞奇异的梦境，筑梦边境是一个静谧安宁满载回忆的秘密基地。为了把每个场景做出差异感，我们在编曲的音色上做出了明显的区分。以黄金的时刻为例，我们突出了管乐的比重，在旋律创作上也试图营造出一种积极正面的繁华世界的氛围。到了梦境酒店，我们则尝试使用了清冷的竖琴，而在质子的梦中，通过一些扭曲略微跑调的音色，我们构筑起了这个看起来荒诞的世界。游戏剧情的最高潮在皮诺康尼大剧院展开，我们在这里使用了管风琴和人声合唱来构建场景的宏大氛围。随着星期日的信仰和目的被一步步的揭示，音乐从阴暗神秘走向辉煌赞颂，最后进入战斗后，音乐进一步递进到了电子摇滚歌剧的风格，用电子摇滚和古典歌剧在音乐风格上的冲突碰撞，来帮助展现星期日的宏大理想。初步逛完地图之后，大家可能会深度体验剧情，探索香亭世界。不知道大家在解谜和做任务的时候，是否发现在许多的交互上，我们的音乐也进行了配套的设计，而这些设计主要是通过编曲的手法来体现的。比如在现实酒店里，当开拓者从会客厅进到小房间的一瞬间，会明显感觉到编曲中的旋律和乐器减少了，但这时候其实速度、节奏和曲子长度都没有变化。在保持听感统一的基础上，大家还可以体会到在进入不同空间时，音乐从开阔走向私密的变化。
另外，为了增强这种对比度，我们把会客厅贝斯演奏的内容换成了用钢琴来诠释，减少了低频。同时，高频乐器和整体混响也减少了，从整体的听感上来缩小空间感。再比如，在各种突破物理规则的梦境玩法中，开拓者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梦客漫步了。为了增强交互的体验感，我们会对音乐进行转调和变速的处理，让玩家明显感知到自己走到了另一面墙上，有一种失重变化的感觉。在战斗音乐的部分里，也是做了类似的编曲设计的。比如在即将面对 BOSS 核物朝向死亡的时候，我们在开头加了一段无限循环的音阶设计。这个设计就像鬼打墙一样，这段音阶呢也会在整首歌里占大比的循环，就像玩家怎么走也走不出死亡的迷音。其次，里面的小号我也是做了特殊的处理，做的比较扭曲的声音，更贴合它的形象。以及最后的钢琴也是为了模拟它的活动轨迹去写的，所以感觉上会比较飘逸。剧情同样是此次旅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。匹诺康尼的每个人物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独特故事，人物的特质也会更发散一些。黑天鹅的神秘优雅，发火的癫狂，还有皇权压倒一切的骑士，还有沙金的玩世不恭和知更鸟的纯真善良，都会在角色区域中通过不同的音乐风格来呈现。在等什么？要不要和我共舞一曲？而在短片《永劫轮舞》中，音乐更多是在描写两个角色之间的对抗。小提琴代表了黑天鹅，大提琴代表了皇权。两者之间在音乐上的变化反映了两个角色从猎人到猎物的转变。比如刚开始小提演奏主题旋律，然后接着大提去复现主题旋律，就是非常简单的在表现黑天鹅带领着皇权跳舞这件事儿。然后小提的旋律开始复杂，大提也逐渐适应，角色之间的对抗也逐渐展开，再到立场上的突然转变，大提琴去演奏十分扭曲的一些旋律，小提琴的音域这个时候也达到了最高。这些都是在服务于内容本身，对应着角色的处境和身份，希望通过音乐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信息。我们希望能通过视觉和听觉的一致性，用 PV、千年机游和动画对整个星铁世界观进行补充，向大家呈现出一个饱满立体的人物形象和游戏内容。设计决战时，这段知更鸟的歌声，我们则尝试突破 BOSS 战惯有的严肃紧张情绪，去兼顾宿命感和希望氛围，意图把站在主角团、讲述主角团、鼓励主角团的氛围拉满。所以它需要在旋律出现时就足够直给、足够明了，不需要遐想，也不需要铺垫的，就能让你感受到希望和力量。因此，我们也录制了大量的伴随主唱的合唱声部。台上不止你一人歌唱，屏幕里不是你一人战斗，面对困难你也从不孤单。当你再次听到这首歌时，我希望你与我一起合唱。总的来说，为了匹配匹诺康尼的解谜交互和剧情发展，在音乐上只要开拓者够细心，相信一定是能够发现很多和以往不一样的点。这都是希望大家在匹诺康尼游览体验时，能够全方位地沉浸在这个美丽的梦境之中。按以往的经验，能满足玩家探索欲和刺激感的音乐基本都具备了，玩家应该可以愉快地跑图打怪。按理说，这条纪录片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。但是你是否想过，我们或许不是这次音乐唯一的听众，还有这么一群人，也将在匹诺康尼听到这些声音。在他们逛街的时候，在扭蛋机旁边，在酒吧里听到的音乐是什么样的呢？他们所观看的钟表小子又应该是哪种音乐的风格呢？他们所喜欢的银河歌星知更鸟
又在唱什么样的歌呢？在这个构筑的梦境里，除了3次元玩游戏的我们，2次元里身处皮诺康尼的 NPC 们也被音乐不断影响着。现在我们要重走皮诺康尼，带大家听一组背景音乐之外的声音。与此同时，我们要向这群新的听众朋友们分享皮诺康尼的音乐故事，他们是最熟悉这些声音的人。当你走在现实世界里的一条街上，每家店铺都可能传出不同的声音。高级餐厅、快餐店、便利店和 LED 广告牌，它们都有自己的 BGM。你可能只是往前走了2步，围绕着你的音乐就已经完全不同了。我们认为 NPC 在匹诺康尼的生活和我们在3次元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区别，所以和之前的地图对应的音乐设计方式也略显不同。我们从零开始为这座城市的角落补充声音，丰富 NPC 的日常生活时，会带入很多3次元世界里的经验。大家听到这里的声音会觉得很熟悉、很亲切。所以，当你走在匹诺康尼，会发现，商店、酒吧、游戏厅，每一处声音都是一个听觉符号。你靠近听到，就知道这里是哪里。你也能和游戏内的角色一样，自然而然地沉浸在这个世界中。但让一座城市真正的鲜活起来，还需要更多的声音。除了与城市设施匹配的背景音，还有满足人们精神娱乐的音乐文化。在这个世界里，你能听到远处的歌剧院里传来歌声，也能在广场雕像旁边听一会儿钟表小子的配乐。钟表小子是匹诺康尼娱乐文化的一部分，连载了1万多集的喜剧故事，早已让钟表小子成为匹诺康尼国民级的童年记忆。这种复古又童趣的设定让我联想到，我们可以使用一种迪士尼早期的动画配乐手法 Mickey Mousing。这个手法大家并不陌生，比如在《猫和老鼠》里，角色的一举一动都会配上音乐，让动画变得更有戏剧性，更有声音上的记忆点。知更鸟则是匹诺康尼另一个流行文化，也是这座城市难以忽视的音色之一。当玩家登上天台，使一颗心免于哀伤的音乐首次响起，熙熙攘攘的匹诺康尼仿佛都安静了下来。相信开拓者们和刘莹就这么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。知更鸟在匹诺康尼掀起了另一股流行风潮。作为享誉全宇宙的大歌星，他的音乐风格显得更多变、更时髦。一开始我们在创作知更鸟的歌曲时，会对他的音乐风格定位犹豫不决，不知道是不是要贴近黄金的时刻的匹诺康尼，融合进更多爵士啊、交响啊这种元素进去。但结果是显而易见的，知更鸟的音乐更偏向于流行乐。在作曲的角度上，歌曲会更偏向于现实中的亚洲流行乐风味，但是编曲呢又会向欧美流行靠拢。这其实也是匹诺康尼文化的一种诠释。这颗星球属于童鞋，来自各个星球的人进入这个梦境，为这个世界的流行文化带来很多舶来品。也正是这种文化产生了知更鸟这样复合型的文化符号。他出身于匹诺康尼，却在银河中出道。此番回到家乡，带来的是不同于本地音乐的新鲜银河流行文化。玩家在匹诺康尼听到的音乐，也被居住在这里的人们聆听着。每一段音乐都像是这个城市的心跳，回响在这个次元的日常生活里。这里的喜怒哀乐、相聚离别，从他们的歌声里传出，我们听到的却都是自己的故事。音乐正是这样一种介质，一开始它带领我们走进一个世界，而当我们游历一番，意犹未尽的离开时，它早已带着这个世界走进我们的内心深处。